2025年5月，马克龙的一句话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，愿意将携带法国核武的阵风战机部署在其他欧洲国家，以保卫欧洲的安全。马克龙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，威慑俄罗斯，防止随时可能到来的入侵。除此之外，法国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等到美国将重点转移至印太地区后，法国要试着成为欧洲的老大。那么法国能否扛起欧洲防务的大旗？如果法国与俄罗斯爆发冲突，战况会如何发展？结局又是什么？马克龙的提议看起来很突然，但并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酝酿已久的战略调整。2022年，法国军备总局披露，正在研发射程超1000公里的 ASN4G 高超音速导弹，想要强化空击核力量。按照计划，法国将在2035年之前部署阵风 F5。不过在欧洲这个地方，美国不撤，谁也不会跳出来争老大。只是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就想着将欧洲的防务交给欧洲人负责，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。这点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了。对于欧洲来说，这不算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要掏钱。于是在2月24日，马克龙找特朗普聊天，看看还能不能商量一下。结果大家都知道，特朗普还是要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力量。于是在会谈结束后，马克龙也掏出了自己的底牌核武器。2月24日，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，法国打算通过自己的核能力来保护欧洲，计划在德国部署阵风，还是携带核武的那种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俄罗斯投鼠忌器。除此之外，法国还不断加强军备。在3月份，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·勒科尔尼表示，计划将军队预备役人数达到10万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从现在的每6名士兵配备1名预备役，提高到每2名现役士兵配备1名预备役，也就是3倍的提升。可以看到，自2025年以来，法国就时刻准备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的冲突，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。自乌俄战争爆发后，法国就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，并多次强调出兵，直接介入乌俄战争。之前还有消息称，法国已经这样做了。如果俄罗斯那边有一个死亡笔记，法国一定名列前茅。不过因为核武与北约的存在，俄罗斯再勇也不敢直接打法国。如果排除二者，法国与俄罗斯爆发冲突，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就战力来说，在2024年的全球火力排行榜中，俄罗斯第2，法国第11名，连前10都没进，甚至排在了巴基斯坦和意大利之后，多少有点可以针对了。等到2025年，排名就相对合理一点了。俄罗斯依旧是第2，但法国的排名涨了4位，达到了第7名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将法国的排名再往前提2名，火力军也觉得没问题。现在的法国可以说是欧洲的老大。英国退出欧盟后，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，也是欧盟国家中军工体系最完整、战力最高的那个，大部分装备自成体系。同时，法国也是除美国外唯一装备核动力航母的国家。当然，法国也有自己的小问题，那就是大规模作战能力相对较弱。冷战之后，法国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小而精的部队，强调特种作战，比如解救人员或者反恐。在欧洲这边，这是常态。俄罗斯那边虽然也进行了师改旅、组建营级战斗群等操作，但还是具备大规模作战能力，毕竟人多武器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将法国陆军与俄罗斯陆军搬到擂台上对战，局势或许不会那么乐观。就像上面说的那样，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规模要远超法国。如果爆发冲突，俄罗斯陆军当前能出动的士兵大概在20万至30万，但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动员40个精锐师。法国陆军这边现役人数仅 11.19 万，可以部署的人数仅 7.7 万，俄罗斯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。在装备方面也是如此，乌克兰总参谋报道的数据显示，俄军已经损失了1万辆坦克、2万多辆装甲战车，但是 ORYX 的数据显示，俄军损失的坦克数量超过4000辆，其中主要是 T72 系列与 T80 系列，这个数字不算少。在二战之后的战争中，俄罗斯损失坦克排名第1。不过即使如此，如果说俄罗斯1辆坦克都没有了，火力军是不会相信的。俄军损失的这些坦克里，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苏联的库存，现役装备肯定会剩一部分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俄军现役的主战坦克也就2600辆，即使只剩1000辆，也比法国陆军多。
没办法，因为部队规模的缘故，法国陆军仅装备了222辆勒克莱尔坦克，装甲车倒是不少，比如威比塞布战车628辆，威比装甲车2650辆。远程火力领域，法国也处于劣势，凯撒自行火炮仅77架，还有一些 M270 火箭炮。如果发生大规模地面战争，这点的确不够用。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来看，俄罗斯陆军的装备 90% 都要比法国落后一代。所以可以预测的是，在小规模作战时，法国陆军可以凭借装备的优势，逐个歼灭俄军地面部队。但是如果发展成大规模战争，局势就会改变。在陆军领域，法国已经开始打造一支能为多国作战提供支援，又能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多任务能力部队。优势就是协同作战能力以及精确打击能力。威比塞布战车可以与勒克莱尔联网，30秒内锁定5公里外的目标。除此之外，法国陆军还设立了未来作战司令部与特别司令部，前者负责领导和协调采购，后者负责情报整合、远程火力打击以及航空能力，为之后的军团级作战提供支持。这一系列操作之后，法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有了大幅提升，但问题在于依旧不适用于大规模地面作战。一旦开战，俄罗斯或许会掏出人海战术来对付法国，一辆坦克打不过，那就上2辆、3辆。就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，人多虽然没用，但最起码可以抵挡法国的攻势。在远程火力上，现代战场主要是精确打击，而不是火力覆盖。通过 M270 与凯撒卡车炮，法国陆军可以精准打击俄后勤。俄罗斯的火力覆盖并不能为其带来决定性的优势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俄罗斯人多炮多，可以坚挺很长时间。就结果来看，俄罗斯与法国的地面冲突或许会一步步走向消耗战。对于法国来说，这不算一个好消息。当然，实际作战时，俄罗斯与法国不会有地面部队单挑的机会，所以法国对军队的建设没有问题。而且在战场之上，大家都是体系作战，单说陆军就是耍流氓。还有空天军与海军呢，如果二者参战，俄罗斯的胜率恐怕不足20%。如果俄罗斯空天军与法国空天军爆发冲突，霍利军认为战况或许与印巴冲突一样，俄罗斯对标印度，法国对标巴基斯坦，阵风也能证明自己。就战机规模来看，俄罗斯空天军还剩不少飞机。根据 ORYX 网站的数据，俄罗斯也就损失了100多架飞机。原因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被炸怕了。空天军也就战初比较活跃，现在一天几十架次跟消失差不多。在空中领域，俄罗斯与法国的确有差距，但并不是很大。比如固定翼战机，俄罗斯不过833架，法国则是226架。空中作战时规模大就没什么用了。不过一发导弹的事情，从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，讲究的是战机性能以及更重要的体系作战。之前我们就聊过，苏57虽然被称为5代机，但电子战和精确制导弹药技术严重落后，隐身也有缺陷。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，这只能算是 4.8 代机，与阵风没什么代差。这个时候拼的就是体系作战了。在这方面，法国空天军占据绝对的优势，阵风搭配频谱电子战系统与流星导弹，在超视距作战时占优，加上 E3 预警机、卫星侦察，法国可以复制印巴空战的情况，实现战场单向透明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法国没有5代机，阵风不具备隐身能力，没办法深入俄罗斯腹地，与克里姆林宫合影。至于俄罗斯的体系作战，火力军不抱什么希望。A50 这种预警机在乌俄战场上什么都没干就爆了，与法国作战时情况只会更差，通讯很容易受到干扰，别说协同作战了，升空之后能跑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且从乌俄战场的作战情况来看，俄罗斯空天军的后勤能力也比较薄弱，开战之后能起飞多少架也不好说。对于法国来说，与俄罗斯空天军作战就可以解决印巴空战给阵风带来的影响了。如果击落苏57，阵风或许还能涨价，4代机爆锤5代机，打索能在官网首页放1年。在拿下制空权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支援地面作战，一直在前线丢炸弹，详情可以参考海湾战争，这一点可以弥补地面部队的缺陷。至于海上作战，火力军都不好意思说。在6月底，有消息爆料，库兹涅佐夫号再度现身，结果改造了8年还是废铁，真不如赶紧报废退役，省下来的钱不如给普京买个游艇，争取点新订单。在海上力量方面，俄罗斯黑海舰队可以忽略，主力则是北方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。
里面大多是老头级的军舰，作战系统与防空能力很弱。TB2 加海王星的组合都能干掉莫斯科号，戴高乐号加阵风加飞鱼的组合没道理打不过俄罗斯海军。海上作战时有航母占绝对优势，而这点大家也都知道。加上西北风级、地平线级战舰以及续福级、红宝石级潜艇组成航母打击群，吊打俄军老爷舰。如果要拼弹道导弹和潜艇，凯旋级就要站出来了，其整体性能要超越俄罗斯的亚森级。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如果法国与俄罗斯爆发冲突，俄罗斯的胜率不足20%，那么综合海陆空三军作战时会是什么场景呢？法国与俄罗斯作战，俄罗斯的首轮攻击一定是导弹洗地，比如口径伊斯坎德尔、KH-101等。对于口径高超音速导弹，法国防空系统的拦截率或许不是很高，但巡航导弹、弹道导弹90%以上都打不到法国。在防空领域，法国已经构建了多层拦截系统。紫苑30负责远程拦截，其最大射程120公里，拦截高度20公里，对弹道导弹的拦截率超过 90%。紫苑15负责中近程，射程30公里。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则交给响尾蛇近程防空系统，西北风则补充野战防空。在空机侦察领域，4架 E3预警机也能提供全域空情监控。在首轮打击后，法国空天军的阵风起飞，并借道东欧，对俄军的关键军事目标展开空袭。面对阵风的袭击，俄罗斯苏57带着苏35迎战，但是拦不住阵风加 E3 加流星的组合。不过法国没有5代机，加上俄罗斯的地盘太大，法国想要完全掌握俄罗斯的制空权还是很有难度的。但是地面战场的局部制空权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实际作战时，双方不会有地面部队单挑的机会。即使俄罗斯借道白俄，前面还有波兰、德国。如果这2个国家都被俄罗斯拿下了，火力军的建议是法国直接举白旗。如果是找一个擂台，俄罗斯与法国打 PK， 那结果就是勒克莱尔加 VBCI 对战俄军 T90M 加 BMPT。之后法国空天军出现，在争夺制空权之后，空袭俄罗斯地面部队，以弥补数量不足的问题。海上作战，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依靠阵风 M 舰载机以及地平线级驱逐舰控制东地中海，之后对克里米亚军事设施实施首轮打击。俄罗斯则是在加里宁格勒发射伊斯坎德尔，覆盖波罗的海，配合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戴高乐号。不过就俄法的地形来看，海军无法决定关键胜负，大概率是点到为止，主要还是空中作战与地面部队推进。只要法国空天军在夺取局部制空权之后，不像俄罗斯空天军那样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就能控制战局，并一步步向莫斯科推进。只是就像之前聊的那样，法国想取得绝对的胜利，比如拿下俄罗斯，难度有点高。毕竟会进入世界5大副本之凛冬将至，触发俄罗斯的关键词卫国战争，装甲部队生产效率飙升，钢铁洪流反攻。虽然在现代战场暴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但法国也不会将整个俄罗斯炸成废墟。最好的结局就是俄罗斯签署投降书。当然，如果加上北约与核武，双方的大规模冲突是打不起来的。就像印巴空战那样，核大国之间的冲突都是克制的。在普京想要重返苏联的当下，俄罗斯顶多骚扰一下波罗的海3国，之后就是与北约的冲突。法国与俄罗斯不可能单挑。不过战力足够强之后，法国也有新想法了，成为欧洲的老大，保护欧盟成员国不受俄罗斯的威胁。那法国能扛起欧洲防务的大旗吗？就核保护方面，法国的确有这个能力。就目前来看，欧洲的核保护伞主要由美国提供。从1954年开始，美国就开始在欧洲部署核武器。根据双方的核共享协议，美国在北约盟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，而北约成员国则负责提供基地、战机等。目前美国驻欧的多个军事基地部署大约100枚 B61战术核炸弹，大部分由美国战机搭载，也有一些授权给欧洲盟国。在德国空军那边就有一支专门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中队，未来则是 F-35取代。不过在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就想着从欧洲撤军，于是在2月份，法国官员就表示，在德国部署几架可以携带核武器的战机应该不难。就火力军来看，这的确不假。在欧洲这边，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，英国的核威慑只有海基，完全依靠4艘前卫级战略核潜艇，每艘核潜艇可以携带16枚3x2潜射导弹，实力不错。但英国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国，
而且核潜艇这东西也没办法部署到其他国家。相比之下，法国的核力量更均衡，也更独立，分为空基与海基两类，并且核打击力量独立于美国指挥之外，由法国全权控制，更适合保护欧洲。就目前来看，法国核弹头总数为290枚，在1991年至1992年达到峰值。不过冷战结束之后，法国就开始缩减核武的规模。1996年，法国决定放弃陆基核导弹。2008年，法国宣布要将核弹头数量减少到300枚以下。2015年2月，法国透露拥有300枚核弹头，用于48枚潜射弹道导弹以及54枚空射巡航导弹。马克龙上台后也表示将继续维持该承诺。核弹这东西有就行了，多了也没什么用。目前法国 80% 的核弹头都部署在4艘凯旋级上，其技术性能与俄罗斯北风之神相差不大，每艘能搭载16枚 M45 或 M51 弹道导弹。M51 的射程在8000公里至10000公里，最多可携带10个分弹头，并且确保随时有一艘带核弹头的潜艇出海战备执勤，省得被别人一波端了。除此之外，法国空军还保留了一支专门投射核弹的战机中队，最开始是幻象4和超级军旗负责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这个任务交给了幻象 2000N， 现在则是阵风负责投射核弹。空基的核巡航导弹则是 ASMPA， 这是法国专门为核打击研制的超音速巡航导弹，速度3马赫，射程500公里，能携带3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执行打击任务，并且其使用了锡箔材料，能在空中进行机动变轨，具备隐身突防能力。搭配阵风，作战半径达到了上千公里，加上加油机，打击莫斯科并没有难度。与潜射弹道导弹相比， ASMPA 能在阵风上挂着，部署方式更灵活，属于对外展示核威慑能力的不二之选。戴高乐上的阵风 M 也具备核打击能力，航母上没有永久性搭载具有核能力的 ASMPA 导弹，但是有备用导弹，可以进行快速部署并执行核打击任务。强就算了，法国还要对其进行升级，将投入370亿欧元升级核武库，比如取代 ASMPA 的 ASN4G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新导弹射程1000公里，最大速度8马赫，威慑能力进一步提升，并且还要研发 M51.3 潜射弹道导弹。就火力军而言，法国将核威慑体系从国家防线转向欧洲护盾，难度并不大，向盟国提供核保护的能力肯定是有的，但想要成为欧洲防务领域的老大，稍微不太现实，毕竟美国走不走还不确定。法国为欧洲撑起一个核保护伞问题不大，但是在常规军力上就差的有点多了。在2025年，估计法国的国防预算能达到505亿欧元，重点就是下一代航母、SAMPT-NG 防空系统以及人工智能领域，弹药采购预算也在暴涨，流星紫苑导弹加速列装，但这些还不够。只能说美国不走，尔等终究是小弟。在欧洲这边 87% 的防空参数， 65% 的军事基地数据受控于美国， F-35 战机的维护都需要在线申请。马克龙呼吁欧洲武器系统去美化，但事实却是欧洲 63% 的防务开支依赖美国， 65% 的武器采购来自美国军工企业。法国想要主导欧洲防务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其次，欧洲内部也有自己的问题。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法国一直提出欧洲防务自主，想要组建欧洲自己的军队，但部分欧洲国家将北约看作欧洲安全的保障，德国也在此列，认为没必要另起炉灶。特朗普上台后，这就很有必要了，强制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占 GDP 的 5%， 没有达标的话，美国将永久性撤出该国的军队与核武器，甚至考虑要不要退出北约。即使不退出，那些没有达标的，美国也不会提供保护。也就是说，挨打之后，北约第5条例也不会触发。就目前来看，北约已经同意这个要求。6月25日，北约峰会在海牙落幕，盟国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，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%， 到底能不能实现不好说。在2014年，北约就设定了 2% 的支出目标，但是只有大约 70% 的成员国正在朝该目标迈进。这一次估计也是如此，毕竟也没那么多钱。就拿西班牙来讲，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%， 也就意味着西班牙每年要多掏800亿欧元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结果是欧盟已经同意，那么美国是否从欧洲撤军就不好说了。美国之前的想法是撤军之后就能节省一部分军费，
但美国抛出这个想法之后，欧洲转手就搞了一个8000亿欧元防务计划，并且主打欧洲自主产业链，排斥美国军工企业的招标。也就是说，这笔钱美国一点都赚不了。这下特朗普不同意了。之所以让北约盟友提高军费，其中一个原因是省钱。之前美国承担了大部分军费，现在也该轮到盟友了。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赚钱，有钱了就要买装备。德国买 F35，波兰追加艾布拉姆斯坦克订单，立陶宛买标枪等等，给美国军工企业拉生意，这就相当于拉动美国的 GDP。钱多买贵的装备，钱少就买普通的。结果欧洲现在不带美国军火商玩了，特朗普当然不同意。就火力军来说，北约盟国在峰会上表示同意，就相当于交换。美国保留驻军与核武器，我们提升军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国很难成为欧洲老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法国与俄罗斯爆发冲突会是什么结果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